罗总，就算最后法院判了苗女士给您赔礼道歉，但是如果她不执行的话，咱们没办法。为什么呀？法院可以判一方当事人给另外一方当事人赔礼道歉，但是法院不能强制执行赔礼道歉。反正我没别的要求，就一条，他必须要向我赔礼道歉。现在有一个还不错的消息，罗美元那边松口了，他答应和解。和解可以吧？不过他得跟我道歉，他得承认是他破坏了我的家庭。苗女士，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，但是我必须得提醒您，诉讼还是有风险的。你不用提醒我，我知道。这官司我就算是输了，我也得出了这口恶气，要不然我死了，我怎么死的？憋死的。哎呀，我也想庭外和解，但我好说歹说，人家就是不同意啊。那你现在理解董大海为什么用这种方式离婚吗？我不能理解，他要离婚就好好离呗，骗人家离婚算怎么回事儿？他人轴啊，好好离不是离不了吗？哎，你晚上有空吧？我请你吃顿饭，咱们好好谈谈，好不好？今天不行了，我还得去趟电视台。干嘛去？研讨会讨论现代婚姻的。啊，你去啊？嗨，哎，早知道我也去了，我让小刚去了。那回来再说吧。嗯，好，拜。最近怎么样？你瘦了。不好意思，就让贵宾吃点简餐，真的是不好意思。哎，吴老师，首先特别感谢您啊，给我们推荐罗律师来参加我们的研讨会，特别的成功。首先，我给你们推荐罗律师，是因为他对婚姻问题研究的比较透彻，还有他代理了很多离婚官司，积累了很多经验。罗律师，您知不知道吴老师是怎么推荐您的？啊，别说这个了，我跟你说说吧，他真的很行的。罗律师在台上简直是太优秀了。我们有一档节目，想请二位来参加。我们节目的形式是正方和反方，到时候罗律师可以代表正方，吴老师代表反方。你们把刚刚的观点再充实一下，肯定特别好。我没有问题。我有问题，我不上电视的，你们找别人吧。就您吧，我们可以就您的时间。我们这是录播，少说一句多说一句都没有关系的，不用紧张，没问题的。您长得这么好看，不上镜真的可惜。吴老师没有告诉你们，我做事有一原则的。开口说业务我得收费，1小时10万，你们电视台要出得起我就来，出不起咱们就免谈判。没有了，罗律师跟你开玩笑。从不开玩笑的吴老师。有吴老师，这个罗律师还得拜托您啊！您看又是您带来的，务必得让他上我们的节目。尽量吧。那行，那你们俩先吃吧，我先有点事先走了，再见啊。你以后能不那么无聊吗？罗丽姐，哎，小高，我刚才看见你了。是吗？哎呦，我坐这儿不打扰你们吧？我要不还是……啊，没有，你坐呗。哎，吴文辉，吴大律师。是我认识。那个，我们今天这事儿本来应该池老师来的，他不愿意掺和，非让我来，结果不是让我逮着了吗？吴老师，这是我的名片。谢谢。我其实念大学那会儿吧，我就特别崇拜您，对您是仰慕已久了。我真没想到今天在这儿让我给撞上了。你们慢聊啊，我先撤了。我还有话要跟你讲。潘小刚，潘律师，年轻有为啊！谢谢。你们俩很熟的？还可以吧？对，罗丽姐，罗丽姐对我特别好。
我刚才在底下啊，听您讲的是这个婚姻，平时都听您讲法律，今天我真是受益匪浅。我觉得您讲的特别有道理。这么说可得罪罗律师了啊？嗨，罗律师讲的那个是理想中的婚姻，您讲的这是现实中的婚姻。我个人认为，这个婚姻在现实生活里，这约束力是越来越小了。你看过去啊，咱们都是结了婚才有孩子，现在可好，生了孩子了才想着去结婚呢。而且你说这过去吧，想离个婚，哎呦，那太难了。现在容易，想离就离，离婚自由。我认为这个就是社会的进步。离婚自由和始乱终弃可是两回事儿，这俩概念不能混淆吧，吴老师？你们作为前辈，应该给小刚这样的新人好好上上课。是啊。哎，对了，那个我给你们俩分享一个我们特别奇葩的案例吧。我们律所最近接了一个案子，哇，那客户太牛了。你知道他有小三儿，他为了跟他妻子离婚啊，他就说他愿意净身出户。可是你们知道，他这净身之前，他就可把房子、车子全都给小三儿买好了，还给小三儿花钱开了一大公司。这样的事情特别多。是啊，而且吴老师您知道吗？他给他小三儿买那房子，我甭提有多气派了，地理位置特别好，叫什么湖滨花园。哦，我知道那个。前2天有个朋友说要卖里面的房子，还问我要不要。你去过没有？环境怎么样？我去过，那个户型特别棒，而且物业管理也特别好。我拍照片了。我那会儿就想，我要以后赚钱了，我也得给自己买这种好房子。你看，环境挺好啊。这房不便宜吧？要不怎么说我那客户鸡贼呢？5、6年前买的，那会儿才1万多块钱，现在可好，6、7万都不止。姐，你看这房子是不是真挺不错的？您找罗丽？对，她不在家吧？对，不在家。您是？哦，我是她邻居，我住在这儿。哦，哎，要不这样，那个我能不能在您家等等她？您是？哦，我是她男朋友。哦，辉哥。我不是什么哥，我是她男朋友，我叫秦岭。哦，你记错了。来，屋里坐吧。哎，好，谢谢。我帮你拿。不用，我自己来。来，哎，打扰了，别客气。东西就放这儿啊。哎，好。来，您坐。真挺好的这儿。哎呦，好，哎，别麻烦。那个，这样行不行？麻烦您给罗丽打个电话啊。是我电话没电了。这个我这儿有她电话。哦，好。给，哎，谢谢啊，不客气。罗二。哦，他小名。我没想到吴老师这人还挺随和的啊。哎，你怎么走啊？我打车送你吧。哎，不用了，你先走吧。哦，行。我还有点事儿。那谢谢你啊，今天。不客气。来，有何贵干？哎呦，罗丽啊，我是秦岭。秦岭，你怎么会用池海东的电话给我打呢？啊，是这样，我那个出差回来，
给你带的大闸蟹，怕坏了，所以就到你家找你。你不在家，我就只能到你邻居家来等你。哎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哦，我现在还在电视台呢。行，不急，不急，你先忙着啊，我就在这儿等你啊，多晚都等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那麻烦了啊，谢谢，谢谢。丽丽，上车吧，上来吧，我送你。这时候挺难打车的。正忙着呢。这罗二这是？我们呀，不仅是邻居，而且也是同事，我也是律师。哦，这个是同事起的，按照这个。论资排辈儿。对，应该的。您跟罗丽是怎么认识的？巧了，我姑姑啊跟罗丽的父母是同事，撮合的。哎呀，其实我跟罗丽就吃过一顿饭，但是一见钟情。她特喜欢我，而且我姑姑说了，说她父母也特喜欢我。哎，所以就让我主动点儿。这不是我出差带的大闸蟹，就给她的。咱们是老爷们儿嘛，人家女孩矜持，她矜持，矜持，特别矜持，要让人家有一种被追的感觉。有道理。回来了，不会这么快。走。哎，哟，张姐。您终于在家了，我来查煤气。你快请进。好嘞，前后跑了好几趟了，你也不在，他也不在，还谁不在？小罗，罗丽。好了。哎，对了，有件事情我得提醒你们一下。您说。前段时间小罗不是住你这儿吗？哎呀，有邻居反映，你们太闹腾了，影响大家休息。隔壁那老外吧，您可千万别听他胡说八道，他平常比我闹腾多了。那天啊，这个确实情况特殊点儿，那天我们喝多了，这个您多担待。我有什么好担待的？我又不住这儿。不过啊，你们得搞好邻里关系。是，不要因为小罗是你的女朋友，别人你就不管了，对不对？这您可别瞎说，这还有外人呢。哟，你这有客人啊？对。那就不打搅了。哎，对了，你得去给小罗家开一下门，我也得查煤气啊。他不在，我给您开不合适吧？那怎么办？还得让我再来一次啊？要不然您给他打一电话。这也是个办法啊。我给他打电话啊，授权一下。是。那个，亲，你喝水啊？没事，你忙你的。哎，罗丽是吧？我是物业的张姐。这全楼上下的煤气表就你一家没查了。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我现在就在你家对门呢。您在我们家对门啊？哎，那您问迟海东那儿有我们家钥匙，您让他给您开个门。哎，好嘞，有你授权就妥了。同意了。同意了，你听见了？好，这个符合法律程序，我给你拿卡去。你这大律师。哎呀。您刚才说，罗丽在这儿住过？您是？啊，那个我是罗丽的弟弟。你好。你上你姐夫家来玩？我是。对，玩儿。我还认识你妈呢，李姐。啊，好。你妈好像不太满意你这未来的姐夫啊。当然不满意了，这不还没过门呢吗？哎，我跟你说，我不是说他坏话啊，他离过婚，而且呢，好像他生活作风也不怎么端正啊。张姐。哎，
哎呀，好好，我去，走。哎，好啊。太不像话了，明目张胆的欺骗。秦了呀！对，你千万别误会，那个大姐啊哪儿都好，就是爱嚼舌头。来，里边坐，我跟你说。不用。麻烦问您点事儿。您说，你跟罗丽到底什么关系？哎呦，我们俩就是普通邻居。这个除了普通邻居以外啊，我们偶尔还一起打官司。除此之外，这个绝没有你想的那种男女朋友关系。没有男女朋友关系？没有。啊，那怎么都住你家来了？这话说起来话长。他装修房子。装修？哦，这装修就不能住宾馆呢？就省这点钱呢？哎呀，你这话说的，这个大律师他有的时候也得节俭，对吧？行啦，别折了。哎，知道谁是罗伯特·欧文吗？踢球的。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。没文化。我没文化。哎呀，你真是跟罗莉一路人呢。行了，我也别跟你们俩这儿掺和了。哎，你别误会啊。我想你们俩肯定不爱吃这种东西。我吃素。你吃素？我吃素。哎呦，吃素！哎呦喂！我凭什么不能吃素啊？我告诉你可别误会啊，这个罗莉确实是个纯真的女子。哟，欧文，不是以前曼联的吗？你都挺好的吧？吃饭的时候你问过。有男朋友了吗？你是希望我有啊，还是没有？我只希望你幸福。你那天说的是对的，人还是要有婚姻的。你也别太挑剔了，找一个对你好的，知道疼你的人。不一定要有多大的成就，这样能踏踏实实的。我会的，这个就不用您来教我。电视台这个事，我觉得你别轻易推了。咱们当律师的，还是需要一定的社会知名度。你为什么要推荐我？也不算推荐吧。他们要做一档跟婚姻和法律有关的节目，让我介绍一个口才好、表达能力强的专家，我就想到了你。那谢谢了，以后就不用推荐我了，推荐别人吧。你不要因为是我推荐的就拒绝，好吗？你想多了。我是说，其实我们之间可以成为朋友。男女之间，除了朋友、情侣，还可以互相欣赏、互相支持、信任、帮助，还有合作。
来了。来，进来进来。干嘛？人呢？走了。啊？进来说。大闸蟹呢？也拿走啊。被你吃了吧？我爱吃大闸蟹，你一个男朋友啊，差点没把我给吃了。看上你貌美如花了。别急着人啊，你那个男朋友啊，才一副如花样。这个容我跟你细细道来。他在你门口敲门，我好心好意把他让到我屋里来，让他坐下喝水。这时候张姐来了，要查煤气表，让我拿你的门卡去开你的门。你接了张姐的电话呀，就这么一出门一进门，你这个男朋友就翻脸了，甩下一堆不中听的话，拿着大闸蟹就走了。这事儿跟我没关系。我不信，你成心的吧？你一律师还解释不清事儿？我一个当律师的都跟他解释不清，你说这个人心眼得小成什么样？我告诉你啊，你们俩幸亏，当然我也不知道你们俩以后什么样，你们俩幸亏这次没见着，万一你们俩这次要是见着了在一起了，那你以后的日子那就是噩梦。你不知道吧？现在很多家庭里发生的这个暴力和凶杀案的男主人公，都是像这个人这样的，这个白脸。高大有文化。哦，那这么说你还救了我一命啊？对呀，石老师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。可以谢谢我。谢啊。好。你看，一不小心暴露你幸灾乐祸的阴暗心。我巴不得你赶紧嫁出去。石老师，咨询你个事儿哈。你问吧。你说男女之间，除了情侣关系，是否还能有纯洁的朋友关系呢？没有。为什么？雄性动物追求雌性动物是为了占有最大的基因库。你说简单点，这个男性追求女性啊，都是为了发展成那种关系。一旦那种关系不成立，这个男性基本就掉头而去了。如果女性这个非要建立纯友谊关系，我觉得男性也就是应付吧。是有男性要跟你建立纯友谊关系吗？哎，那你说咱俩算什么关系啊？咱俩是纯友谊关系啊。上一秒你还说男女之间没有纯友谊关系，那是因为我跟别的男人都不一样呀。你哪不一样？我哪儿都跟别的男人不一样。外星人。我有道德底线。老直，你敢说你从来就没对我动过一点念想？在我潜意识里最深最深的地方，对你有一点点，但是被我顽强的道德底线和我完美的人性控制住了。你什么时候控制住的？接电话，你别走，我有事跟你说。喂，老总啊。这个呀，我跟大姐的律师也说过好多回了，这个他们那边也没别的什么要求，也就是必须得道歉。哎。道歉可以，哎，你替罗美媛给他道个歉，也算给他面子了嘛。罗美媛就不用给他道歉了，也不用公开道歉了，就这件事情啊，
我想息事宁人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好吧？我没问题啊，我当律师的当然可以给当事人道歉啊。这个我这样好吧，我跟他的律师商量一下，好吧？啊，你等我啊。你发什么呆呢？看电脑呢。你看我电脑干嘛呀？真至于。跟你商量件事儿啊。说吧。我能不能代替罗美元去给苗锦绣赔礼道歉啊？难呐。哎呦，这个就算不是夫妻了，但也可以做朋友啊。你刚才不是说男女之间不能做朋友？那是人家，咱们是律师啊，咱们得努力为之啊。人嘴两张皮，什么话都让你说尽。我是说，咱们要争取调解啊。明天就开庭了，有什么可调解的？明天下午才开庭呢。再说，就算明天开庭了，也可以庭前调解啊。你别抱太大希望，做工作也是需要时间的。这离你睡觉还早着呢。走走。干嘛去？找苗锦绣去。都几点了？张姐，哎，练剑呢？哎呦，你现在越练越好了。哪呀？你呀，该出来练练。你那剑练的功底可比我们强多了。你该出来呀，给我们当教练。30年前的事情了。哎，你别说啊，我年轻的时候，你说我在舞台上面那样不行啊。现在不行了，真的不行了。家里面还有一个老爷等着我伺候。你说的，哎，你们老罗不也天天出来锻炼吗？那我要是跟他一样锻炼，家里面吃什么喝什么呀？我哪有你这么好的福气啊？你开心死了！你赶紧练练练。好嘞，那个我回去了啊。好。是啊，但我们也没想到他怎么能变成这个。啊，回来了。呀，那么一大早上我们家来了啊！昨天晚上我侄子给我来了个电话，挂了电话之后呢，都挺晚的了，我也就没过来跟你们说。后来我这寻思了一晚上，啊，本来不想跟你们说的，他们年轻人吧，爱好好，爱怎么样怎么样，我们就是一个牵线儿的，但是我这想来想去吧，还是得跟你们说一声。你侄子不乐意了。那个，我跟你说啊，哎呦，特别巧，我正好要找你呢。我跟你说，昨天我女儿来电话了，她跟我说，好像对你侄子也不太乐意，真的。你让小琴把话说完。小琴的意思，春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侄子跟我说啊。你们家罗丽早就跟他对门的男邻居都住在一块儿去了。你胡说！哎，这怎么可能的事情呢？金如春，你要这么跟我说话的话，你别怪我翻脸啊！哎，不乐意就不乐意，但是你不能往我女儿身上泼脏水啊！干嘛说的那么难听啊？这叫什么泼脏水啊？这要是咱们那会儿啊，那可能是叫这个对生活不负责任啊。可是人家现在年轻人说咱们那会儿才是不负责任呢，这没怎么地的就看个电影拉个手就结婚了。老秦，我呢没你那么开放，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。你不能说栽赃吧？你侄子干嘛？是捉着了还是怎么着？捉贼捉双啦？说错了，捉贼捉赃。捉奸才叫捉双。你能不能闭嘴啊？
行，你聊吧。哎，罗团长，其实这事儿吧，本来跟我也没什么多大的关系，你说是不是？本来我也不想说的，可是毕竟啊，我是看着罗丽长大的，我要知道这种事儿，我要不说吧，这有点太对不起你们了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其实昨天啊，我侄子跟我说的时候，我也说他了，哎，你说人家住在一起了，你是看见了？你要如果没看见，你就是瞎说。可是，你猜我侄子说什么？他说那男的亲口跟他说的，他手上还有罗丽家的钥匙呢。而且呢，那男的还亲口跟他说，物业都知道了，说罗丽是因为装修没地儿住，就随便在他们家住了几天。装修没地儿住也不能随便住啊！说的不是吗？这没地儿住也不能随便在人家家住呀，这理由也太牵强了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嘴拿来是吃饭的，不是造谣的。哎呀，春华，你们要吃饭了，那我走了啊！啊，再见。一块儿吃点。不用了，我都吃过了。再见啊，春华啊！慢走。你要不要送送他？不。你还吃得下你啊？来喝。嚯，这么大风还出来跑步啊？等我的吧。这么大风呀？风大，空气就好。哎，你是谈了一宿吗？可不嘛，我是不是都有黑眼圈了？没有，谈的怎么样？你得请我吃大餐。同意了。默契。但是，能不能调解成呢？关键还得看你们的态度，尤其是董大海，还有那罗美元，也别太小众。罗美元，我让他不出庭。董大海这个要求很简单，只要前媳妇不跟后媳妇打起来，他怎么都行。谁前媳妇谁后媳妇，搞清楚。这次是后媳妇先告的人前媳妇。那要是苗锦绣不骂人家，不泼油漆呢，对吧？哎，你们是低姿态吗？你们要这样可调解不成啊！这个我当律师当习惯了，你辛苦。我得睡会儿了，你跑去吧。好，早休息啊。你呀，你就别让罗美元去了。他要是一去，我就怕到时候调解不成了。不能调解就行啊。罗美元这边我负责让他签字，他听我的。不，我挂了啊。好了。哎，大海，哎，你起这么早干什么呀？今儿开庭啊。不是开庭，你不用去啊。我干嘛不去啊？我就要去。不是，这不能去。你有孩子。哎呀，不影响。是，哎，不是，哎，怎么不影响啊？我跟你说，哎，法庭那个太严肃了，那气氛你要是去了，法庭哐一拍，你一下子把孩子给吓着了怎么办？董大海，你能不能说话吉利一点啊？不是，我这孩子不是你亲生的呀。是我的，不是我这意思啊，就是咱们花钱请律师了嘛，律师呢花钱替咱们说话，咱就不用去了啊。那现场不去一个人，我不放心。放心，那海东跟我这么长时间了啊，是吧？这么多年了，没事。必须进来。你要是敢不露面，从今往后你就别想再见到我。我说到做到。哎，不是罗总，你怎么来了？
哎，老董啊，好，我现在过来接你。这儿罗总来了。池律师，罗总，小刚先带罗总进去吧。你是不是根本就做不了罗美元的主啊？哎呀，做得了，这不是他现在怀孩子了吗？那你跟我说那息事宁人，想法不是他的是吧？哎呀，先别说这个了，关键是，他现在非得让我进去。哎，我现在不能进去。这苗锦孝看到我跟罗明在一块儿，那还调个屁呀，直接就打起来了，这非得出人命不可。你就马上开始了，说你拉肚子，不是你说点那个技术质量高点的，脑血栓、心肌梗。你盼我点好行不行啊？啊，不是，罗美元这智商可不是一般的，你蒙不了他。我想得着主意吧？你就站那一拍胸脯，你说我就不进去了，怎么了？我是想拍啊，这不是怀孩子了吗？这俩都有你孩子，你站哪边啊？就是因为进去不知道站哪边，我才不能进去呢，你知道吗？罗美元就这意思，就是我必须得进去，旗帜鲜明的站在他那边，好让苗锦孝死了这条心。罗美元我不能得罪，我们俩的房子名字写的是他的，我跟他掰了，我就得跟你一样到处租房子去了。我是你律师，我不是你太监啊！就算我真是你太监，这事儿皇上你得自己拿主意啊。好，我拿主意了，你一会儿你劝我，你就死活不能让我进去，你知道吧？我呢就表现出我一定要进去，我不进去不行，你就拉着我走，咱俩翻脸了，这戏得演特别逼真，演戏呗。对呀，好，我们排一下。排什么脸？不来不及了。你这么半天停车停哪儿去了？停了车我就要进去，然后池律师他就拦着我，他不让我进的。对，老总，不能进呀，老总。这个，我们今天进行的这是庭前调解。对，庭前调解最重要的是你要给法官留下一个好印象。你看你跟他的关系，你跟那谁的关系，对，你瞅你这关系乱，对吧？就你这关系，那法官能有好印象吗？法官如果印象不好，那就一定还得打这官司。对，说对。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和你，我就想知道你是怎么看我的。我看你没问题，我绝对，我旗帜鲜明的绝对站你这边，没问题。那走吧。啊，对，走吧，走。哎，但是那个谁，他拦着我不让我走。老董，不是你得跟他说是吧？老董，不是你，哎，你拦不拦？老董，老董，你不能去啊，老董，你不能进啊，老董，戏太好了。